朗学院的同学们，大家好！这一周呢，郎老师给我们讲解的是舒伯特的即兴曲，编号是899当中的第2首降 E 大调。如果要我推荐一首适合在深夜独自聆听的钢琴曲，但又不要那么忧伤，要给人一种非常心旷神怡、流畅的感觉，那么这一首舒伯特的即兴曲第899第2号一定是榜上有名的。这首作品呢，它有点像一个温柔的老朋友就在你疲惫的时候轻轻拍拍你的肩膀，他什么也不说，却让人感觉呢非常的安慰。那说起舒伯特呀，这位维也纳音乐史上可以说是最让人心疼的天才了。他的一生呢，简直可以用命途多舛来形容。他呀，只活了31岁，比莫扎特还要短命。但是他却呢创作了600多首艺术歌曲、9部交响曲和无数的钢琴作品。舒伯特的生活状态呢，可以说是真的贫困艺术家的典范他长得呢，据说他身高不高，戴着厚厚的眼镜朋友们呢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小蘑菇他呢没有固定的工作，靠着给学生上课和朋友们的接济过活，经常是穷到连买乐谱纸的钱都没有。据说呢，他常常在咖啡馆里边蹭座位写曲子，写完了就把谱子卖给出版商换点生活费。但就是这样一个生活窘迫的年轻人呢，他却创造出了无比温暖动人的音乐。舒伯特的音乐呢，有一种特别的气质，它不像贝多芬那样充满英雄气概和戏剧性的冲突，它也不像莫扎特那样轻盈优雅，而是呢带着一种淡淡的忧伤和无限的温柔，就像秋日午后的透过窗帘洒进来的阳光，柔和却深入人心。那这首作品呢，这首即兴曲它创作于1827年，其实就是舒伯特去世的前一年。这一年呢，对他来说其实充满了矛盾，身体的状况越来越糟糕贫困呢也依旧是如影随形，但创作的灵感呢却是跟这个泉涌一般。就在这一年，他还完成了他特别著名的声乐套曲Winterreise， 就是这个冬之旅，和这一套4首即兴曲编号是第899。那有趣的是呢，即兴曲这个英文叫 impromptu 这个标题呢其实不是舒伯特自个儿起的，而是出版商为了好卖给加上了名字。在当时的这个维也纳小型的钢琴作品非常受业余演奏者的欢迎，而即兴曲这个词呢，听起来既浪漫又不那么吓人比起什么奏鸣曲协奏曲之类的严肃的名称是更加容易被人接受的。那么舒伯特对这个标题大概也无所谓反正能换钱就行。但讽刺的是呢，这些即兴的作品其实一点都不即兴，它每一个音符其实都经过了精心的设计，结构严谨的像一座精致的建筑物那么这个第899这个降 E 大调这第2首即兴曲这个调性在音乐当中常常用来被表达温暖、崇高恢宏、深沉的情感。你比方说贝多芬的这个第3交响曲英雄和第5钢琴协奏曲皇帝都是降 E 大调。那这个即兴曲呢，它整首作品采用了也是一个标准的3段式 ABA 的结构就像一个完整的故事，就有开端、发展以及回归。那第一部分呢，它是一种温柔的诉说音乐呢从一连串轻柔流动的3连音开始就是非常的灵动它就像这个潺潺的溪水又像是轻声的私语就是非常的飘逸右手它这个演奏出非常动人，但它其实很简单这样的旋律。那左手是很规律、很简单的伴奏音型。这种写法在舒伯特的作品中也很典型，他总是能够用最简单的材料去创造出最动人的效果。那这一段旋律呢，它其实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就像我们开头说的，像一个老朋友娓娓道来一个温暖的故事。那音乐呢，它也没有大起大落，一直保持着平和的状态。但就是这种平和中却蕴含着深深的情感那么到了中间的部分，这个激动的情绪就开始了就是它会突然这音乐就转到了这个 B 段情绪呢就变得很激动如果说 A 段是在平静的叙述，那么 B 段呢就像是压抑已久的情感终于找到了这个出口音乐的音量就变大，和声呢变得更加的丰富和复杂，这个左右手的对话也变得更加的激烈。那这一段呢，总是让我想起这舒伯特自个儿的生活他表面上呢温和安静，内心呢却有着巨大的情感的波动
波兰。他虽然呢，穷困潦倒，对吧？疾病缠身但是对音乐的热爱和创作激情是没有衰减过的这些汹涌的情感呢，他需要一个出口然后音乐呢，当然就是他最好的倾诉对象了。经过中断的这个激动之后音乐又开始回归到了开始的主题，但这一次的重现呢，却带着一种这个经历过风雨之后的平静，好像那个讲故事的人呢，在经历了一番情绪起伏之后终于恢复了平和最后呢，音乐在宁静中渐渐的消失就像一个人呢慢慢走远的背影。如果你仔细听这首即兴曲你会发现它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就是非常具有歌唱性旋律线条呢流畅自然，就像是人在歌唱一样这其实是舒伯特所有音乐的最大特色毕竟他是歌曲之王嘛。那么舒伯特一生创作了600多首艺术歌曲，他太了解如何用旋律来表达情感了。即便是在写这个纯粹的器乐作品的时候，他的创作习惯呢，也是让音乐去唱起来在这首即兴曲当中呢，你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这种歌唱性。虽然是钢琴在演奏，但你呢仿佛能够听到一个温柔的声音在吟唱。这种写法呢，让这首曲子就特别打动人心你不需要懂什么复杂的音乐理论，你只要静静的听，就能够被那种流动的旋律所感染这也是为什么舒伯特的音乐它能够跨越时空，到现在还让我们感动的原因。从演奏的难度来说呢，这首即兴曲它就属于中等偏上的难度水平，它不像肖邦的练习曲那样需要超绝的技巧，不像那个李斯特的作品那样要求炫技。但是呢，你要把它弹好是不容易的。它这个最大的难点就在于如何去处理那些看似简单的3连音的伴奏，他们要弹的流畅均匀，还要有层次感让主旋律能够清晰的浮在上面。这就像是画画时的这个渲染技巧背景要柔和朦胧，但主体呢要清晰突出另一个挑战呢是情感的把控这首曲子呢需要演奏者有很好的音乐歌唱性和情感的表现力，音乐呢不能弹得太平淡，那样呢会显得无聊，但也不能够太夸张，那样呢又会破坏舒伯特那种特有的内敛的美感许多钢琴家呢都演奏过这首作品，每个人呢都有不同的理解，有人弹得更加的温柔细腻，有的人呢则是强调这个中段的戏剧性。但无论是哪一种诠释呢，都能够让人感受到舒伯特音乐中的那种独特的魅力快200年过去了，这首即兴曲依然是钢琴作品中最受欢迎的、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它呢经常会出现在音乐会电影配乐和各种音乐平台的推荐歌单当中就为什么一首这么简单的曲子会拥有如此持久的生命力呢？对吧？我想这就正是因为它触碰到了咱们人类情感中最普遍、最真实的一部分就每个人都会有孤独的时候，都会有想要倾诉，但是却